楚风为了尽快抵达，探明情况虚实，还是从9天密的走。我说麒麟啊，危难关头了，你抓紧炼化行吗？传送隧道内，楚风看向吞天麒麟化作的徽章，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回答。前辈，您的力量还未恢复吗？于是楚风又对神鹿询问，他目前自身修为还未达到真神境，可听闻百里紫灵修为可提升到4品真神，且封锁修罗大军的门，进展的虽然很是顺利，可就算解开了，楚风也不知道修罗大军的修为会达到什么程度。这样的百里紫灵，楚风自身根本无法应对，何况楚风觉得武者商会会长说的对，这很可能是一个局，毕竟自己的身上可是有着脉之本源的，这东西暂时无法为楚风所用，但却是人人都眼馋的东西，所以百里紫灵不是真正的威胁，真正的威胁很可能是狱宗。还没，神鹿倒是回答了，只是这个结果却并非楚风想要的。前辈，那要多久能恢复？楚风问。你此行怕是难了，你不要寄希望于本神，要本神说的话，也是不建议你去。你活着还能给他报仇，你若是一起死了，连仇都没人给你们报。神鹿道。楚风没再多说什么，想法不同，他们无法劝自己，楚风也很难劝他们。总之对于王强，楚风绝对不会见死不救，所以楚风只能依靠自己。好在自己身上还有他的姨母借天念给他的符纸，那符纸乃远古时期的，力量远强于武者商会会长之前给他的符纸，不仅能保命，也具有极强的传送之力，关键时刻倒也是能够派上用场。但这种手段能不用还是不用，楚风还是将希望寄托在了修罗大军身上。其实楚风已经可以开启那道门，只是对阵法破解的越深，修罗大军获得的提升越大，楚风还想尽可能的让他们的提升更大一些。至于究竟能有多大提升，也要待到此门开启之时才能确定。凭借9天密的强大的传送之力，倒是没花费太久，楚风就已经来到了燃脉凡界。其实距离上一次9天之巅并未过去太久，楚风也没想到会这么快回到这片土地。而伴随消息传开，如今燃脉凡界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了。首先人们觉得狱宗似乎没有敌意，这场比斗真的只是简单的约战，这种情况下若有热闹看，自然很多人是愿意来看的。百里紫灵经过与王强一战，已是名声大噪，人们也想看看这位新晋天才与楚风到底谁更强。楚风倒是没有直接前往燃脉村，而是动用天眼自远处观察，只是哪怕加强了天眼的力量，楚风却也无法看穿比武台内部的情况。好强的手段，是至宝吗？虽没有看穿那覆盖比武台的结界之力，可楚风却也察觉到那不是简单的结界之力，而是有某个强大的至宝释放出来的结界之力，这倒是给楚风提了个醒。狱宗的实力依旧深不可测，无奈之下，楚风进行调养，还不待眼睛彻底恢复，楚风便找了个相对安静的地方，开始继续破解界灵空间内封锁修罗大军的那道门。时间流逝，今日便是百里紫灵给出楚风最后的期限，楚风已经没有时间了。对于这道封锁修罗大军的阵法大门，楚风已是尽其所能，至于开启之后究竟如何，便也只能听天由命。眼下楚风站在界灵空间之内，正对着那道大门，只见楚风法诀捏动，那道大门便剧烈颤动起来，随后大门阵法内的光芒宛如滔天巨浪疯狂涌动，光芒正在流逝，但流逝的方向不是楚风这一边，而是大门的另一侧，直到光芒彻底消散，大门才恢复平静。但同时锁住大门的阵法也早已恢复开启状态，于是法诀变化，高喝一声开，隆隆隆，下一刻界灵空间都随之震颤，而那道大门也是缓缓开启。大门开启，千万身影映入楚风眼帘，以修罗王奎廷为首的修罗大军正整齐地站在大门的另一面，他们显然已是恭候多时，看到楚风那一刻便齐刷刷地跪在地上拜见楚风大人。伴随宛如雷鸣的声音响彻，楚风的脸上也终于是浮现出了一抹轻松。修罗大军的修为没有隐藏，楚风眼下感受得清清楚楚，在自己的努力破阵之后，那阵法大门没让他失望，所有修罗界灵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，尤其是修罗王的修为更是达到了4品真神，这个修为完全是有能力与那百里子掰掰手腕的，就算无法战胜百里紫灵也不要紧，因为楚风之前借助过修罗王的力量，虽说借助修罗王的力量楚风无法使用手段提升修为，战力也将是修罗王的，可楚风武技等手段却是能够使用的。以4品真神为基础，凭借神行的速度，至少楚风有把握在百里紫灵的手中救下王强。前辈，您距离5品真神差得可远。楚风对修罗王询问，毕竟若是能让修罗王的修为达到5品真神，那就更加保险。回楚风大人，属下资质有限，哪怕楚风大人催动此阵，让我们修为再度获得极大提升，可属下如今距离5品真神的距离还是有些距离的。修罗王回答时面露惭愧，他知道他们修为能够增进，都亏了楚风，他们等于是坐享其成，甚至觉得自己天赋有限，反而拖了楚风的后腿，辜负了楚风的努力。前辈言重了，4品真神已是很强了。楚风察觉到了修罗王的想法，于是赶忙解释。可就在此时，神鹿却再度开口：楚风，神行此计限制颇多，因为你自身没有踏入真神，就算你借助这只修罗界灵的力量获得4品真神修为，可神行能否再为你所用都是一回事，就别说发挥出真正力量了。这句话宛如一盆冷水，
狠狠地泼在了楚风的身上。